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观众朋友，新年好！今天过年的特别节目，我们聊点开心的，特别请到我们的专家，星座塔罗专家小孟老师。祝大家马年都可以踏马寻钱，抢钱抢到爆！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密好，大家新年快乐，马到成功。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因为新年，我们今天难得不要这么的严肃了，来聊聊一些国际的议题跟开运有关系的，特别要关注到2026年，我们讲了一整年，讲美国，讲了中国大陆，讲了俄罗斯，今天来讲一下他们的国运在2026年到底会怎么样来做发展呢？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到我们这一年关注了很久的习近平主席到川普跟普丁他们今年的整体的运势，跟他们如何决定这一整年的国家计划，都来一起的做深入的分析。好，今天呢，我们来特别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常常聊这个国际政治嘛，但是呢，今天从不同的面向来聊聊运势好了。当中放眼国际，今天最关注的3个人，赶快先来看到，他们呢其实出生的年没有差太多，都是70几岁。那么星座的部分来看到是习近平主席是双子座，跟川普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普丁是天秤座，不是他们3个人头一直摇一直摇，害我一直不小心笑出来。好，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生肖生肖是3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来特别请教小孟老师怎么看就是这3个人在今年的整体运势。另外呢，从星座啊，刚刚讲的星座还有生肖，来看看他们今年在整体的决策上面出手力道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是的，我们首先先来看到就是习近平，他是属蛇，那蛇呢在马年里面有没有？因为马是会跑的动物，所以蛇会比较就是爬行，比较攀爬，所以今年在马年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突破，它可能会慢慢的就是会静观一下，它会待在它自己的岗位，而且它会伺机而动因为蛇会突然之间它就会就是会看你在城府的时候，或者是往下滑的时候，它会咬你一口。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双子座，是风象星座，今年在上半年的时候运势还不错，但是到了下半年的时候，他如果一看到就是矛头不对，譬如说就是川普他也是双子座是就是对，一模一样，没有错。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因为川普他是属狗，然后狗是会吠叫的，而且它是奔跑的动物，然后马年马也是奔跑的，所以说他在今年川普会特别的亮眼，他变成就是他的舞台魅力又会更强，但是习近平会在旁边慢慢的观看属狗的这个川普在做些什么，这是要特别注意。在我来看，就是2027就是羊年，羊也是奔跑的动物，所以习近平属蛇，他还是会观看。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到底2027就是中共会不会攻打台湾？在我来看，没有看见呢。那2028是猴子年然后猴子也会爬树所以猴子它在爬的时候，就是它也会甩开，就是一些动物啦，比如说像会甩开属蛇、甩开属狗的。但是2029年我觉得比较重要。我觉得2029是鸡年，然后蛇会去吃鸡。然后9又是中国人说的，就是人家说逢九不好，所以依我来看，我觉得习近平会有动作，可能会在2029。然后马要特别注意，中国或者是华人社会，就是在马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有政局不稳的现象。马年，所以我特别要提醒一下，就是说，习近平要特别注意他身边的亲信，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或者是说他比较重要的人。有可能会把一些消息泄露出去给外面的人。那川普因为他属狗又双子座，所以在今年的话，2026年对他的选情，就是上半年还不错，下半年可能会往下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现在不是有在做一些就是关税，然后感觉世界聚焦在他身上，但是他的人际宫我来看有下滑的迹象，所以有一些民主伙伴或者是同伴同伙，可能会感觉就是我跟你很好，结果我还要付出那么多的东西。是，还有一些像当地的，像美国当地的居民，如果你没有购买股票或者是股市的人，你没有办法吃到红利你没有办法吃到红利，你就会感觉说我很像也没有特别有
感觉到我有赚到很多钱，反而是通膨对对，这是消费力就会往下掉。所以我是觉得他在11月这个期中选举，他会蛮辛苦的。那2028，这跟2027是羊年跟猴子年，所以说羊年就是属狗的川普还可以备驾嘛，因为狗跟羊都是奔跑的。但是2028猴子年的时候，我觉得川普有可能。它会整个运势会急剧的往下跌落，要到就是2029，就是鸡年的时候，它又会再出现，那我们特别来看普丁，普丁是天秤座，对，然后它的生肖属龙，龙是飞龙在天嘛，然后今年是马年嘛，龙可以飞得很高的看马在奔跑，所以。普丁不用做什么，什么事都不用做哦，他就可以不劳而获所以他就静静的看，就是美国的川普还有习近平的动作，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天秤座今年的上半年木星进入到事业宫位，所以他事业宫会非常的亮眼，下半年整个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好，那我们就是台湾的领导人也是天秤座，是，所以以这个我观察。就我的看法就是总结，今年的普丁不用做什么，就是川普都会帮他把很多东西都带回来。还有这是泽伦斯基，有可能他搞了半天，他最终啦，他还是得割让一些东西，然后习近平就是他在今年他不会有什么动作，他会以退为进，在看世界整个变化，然后要小心他周围的一些身边的人，所以是。今年在我来看，运势最好的还是川普，然后第2名是普丁，第3名是习近平。好，所以看起来今年2026年最亮眼的，还是新闻热搜话题的，还会是在川普身上。特别的，乔梦老师刚刚帮我们提到很有趣就是关税战还是会成为主轴，然后许多的盟友可能会加剧对他的不满嘛。等一下请干哥帮我们看，然后再来就是说讲到这个习近平，刚刚小梦老师刚好也讲到说，会不会因为蛇嘛星座，他可能周边的人会出现一些对他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对他内斗，刚好最近我们又谈到了这个张幼霞案等等，因为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跟这个国际时事是完全有所关联的。干哥又怎么看这3个人？因为《纽约时报》最新的分析也说，川普在今年的构想，还有未来的构想是美中俄3分天下，重回19世纪所谓帝国的这个统治模式。今年美中俄，干哥又怎么看？当然，其实2026年等于是新的一个叫什么？你知道，就是一个。冷和平的年，什么叫冷和平呢？也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在不要打了，对不对？虽然说现在世界上还是有些冲突，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最近这一阵子，美国虽然声称要对伊朗动武，但是始终没有很决定性的这个行为。那其实也一直在说2027，那会不会武力攻台呢？其实说一句实在话。习近平最近因为他整肃他的军事委员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不太可能。那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说，那就像小孟老师刚刚讲的，那有一个人他就会不劳而获啊，他的确他坐在那边，他就可以等着收获，那个人叫普丁啊。我们其实回溯来看以前也就是说在门罗主义之后那个时代，1823年美国的那个国策是说。我们尽量能够向外扩张就扩张，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援助我们附近的小国，比如说委内瑞拉、多米尼加我们就帮助他。可是过了100多年之后，川普上来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在我的后院，或是你在我的前院，你要听我的。其实普丁也是一样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打乌克兰？就是你在我的前院，你不是在我的后院，你在我的门前。你要当我的看门狗，你怎么可以去跟北约组织眉来眼去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好，那今天普丁他今天都坐在一个以逸待劳的位置上面，也就是说，看了来，川普，你不是一直在斡旋吗？看你要提出什么样的条件，这就牵涉到大国之间的博弈，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是说，我们必须双方。都替自己的利益考量，也就是说各怀鬼胎。要美国自己本身要想说，我能够得到什么好处，要有一个前提。我已经花了3兆美元在这场战事里面，那我要来收割了吧？都不让我收割啊，怎么可以呢？
这样子的话，我当这个美国总统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一场战争必须停止，必须终止，这样才符合不仅仅是美国的利益，也是我的利益。我要不要再去选呢？我要不要在这个接下来突破美国宪法的传统，再选下一届的总统呢？不是没有可能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必须把这场战争终止掉。回头我就要跟乌克兰要求美国人应该拿回来的权益，因为欧洲联盟邦不可治嘛，你没有办法依靠他们嘛，所以由我川普来下决心。所以现在你就看到说，普丁就等待着啊，川普你到底要用什么方法，能够真正的让他割地割乌东4州，一定要给我，这个是我们讲好的，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呢，克里米亚本来就是我的，所以说乌克兰这件事情差不多可以了结了。所以你就会想到说，这两个大国之间，他们必须替自己的利益着想的情况之下，他慢慢的，他必须要说，我们现在冷和平的哈，就私底下哈，我们都要来谈。但是呢，那世界局势是不是由我们像这样子的超级大国来决定？是，完全正确。但不要忽略了，有一头睡醒的狮子，他正在看这两个大国怎么样互相的角力。那个人叫做习近平。对，你等着看他跳起来。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美中俄3国的角力，那也想要因为过年期间嘛，问老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问题。制作人也想知道，可能他也想买乐透，就是说，如果说川普、普丁跟习近平3个人，他们去买这种刮刮乐啊或者乐透，谁会运气比较好？真的是川普吗？因为他今年最亮眼嘛。是以这个来看的话，应该是天秤座的普丁。对，这反而是倒过来哦。好，为什么真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天秤座他今年的偏财宫，他还是有亮眼。是，但是双子座有没有？他如果今年要有这种很大的这个强运啊，是他必须要靠他的伴侣。是，好，就是如果靠他自己可能会比较难。是，所以以我来看是天秤座那个普丁赶快去买乐透，而且就是他就是会什么都不用做就有，天降横财是，但是不过我这整个刚刚那3位我再做一个就是小小的补充，就是川普有一天一定会发现说他忙碌了一场有没有？对，结果到了2029年之后，反而是习近平又突然之间他又起来，是，比如说他现在不是都关税啦，要把美股用得很好，然后打通了很多的关系，结果2029的时候，当美国势力比较消退的时候，很多东西又会反过来所以我是觉得说，怕现在是担心就是川普白忙一场，是，而且他现在被很多他们自己的国民认为说他是民主的独裁者，就是所以大家的那个民心有没有？就是也会慢慢的有点转变，在于因为双子座他在做事情，他本来就会比较狠，是，所以大家不要看说天秤座做事比较狠其实双子有时候他会有理性跟软的，他软硬他都会来，是，所以他才会登峰造极，是，那但是老师也有准备好，就是说，在2026年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星座需要去注意的？是，好，那个我们这一节先聊到这里，等一下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来讲说，2026年哪些星座运势，我们持续的来做展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新年期间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2026年你的这个开运指南，今天要针对12星座提供给观众朋友有关于马年怎么样可以获得好运呢？我们等一下请小猛老师跟干哥来带我们一起来看。好，想要在过年期间大家一定会常常问的3个问题，第一个，你的身体好不好？第二个，钱够不够，赚的多不多？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运气到底如何呢？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说，2026年要不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水星逆行的问题啊？因为呢，现在看起来是有3次。看一下 CG， 第一次水逆会落在2月26号到3月20号，观众朋友小心一点啦。第二个期间是6月29、30到7月的23、24号，第3次水逆则是在
冬天哦，10月24号到11月13号，今年12星座整体的运势，请小梦老师来带我们看有没有什么今年要特别在星座上面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水逆跟金逆有没有要提醒观众朋友的部分？是的。然后我们首先先来看第一次的水逆，就是2月26到3月20，但是第一波冲的是牡羊跟双鱼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就是交通事故或者是交通的意外。好，第二次就是水逆，就是6月29号，就是29、30到7月23跟24这个区间，好，要小心是狮子跟巨蟹座，也是要注意哦，跌倒摔倒。如果说你的长辈是这个星座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他在洗澡的时候，对，比较容易会打滑。好，那再来第3次的水逆就是10月14号。至11月13号，就是要小心的是天蝎座，要注意的是感冒哦，或者是讲话失言，因为像如果说有一些政治人物，他如果是天蝎座的人，尤其是在现在台湾的选情也会即将在11月也要展开，要选举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讲话哦。对，好，那我们首先先来揭晓，就是2026的星座，好，就是整体好运的，就是第3名就是巨蟹座。对，巨蟹座上半年家运亨通，付出会有回收，因为吉星入到这个巨蟹座。第2名要恭喜天蝎座。为什么？因为木星会进入到就是天蝎座的事业宫，所以有什么关卡都可以突破开来，然后你的人脉都可以拓展出去。第1名要恭喜狮子座哦，因为下半年木星会进入到狮子座的本命宫，6月30号就会进去了哦，所以说你的业绩会飙升哦，而且会大红大紫。那整体运势比较稍显不足的第3名就是双鱼座，双鱼座会受到就是水逆的影响，所以小人比较多也要特别注意诈骗哦，尤其是网络交友。那第2名要小心的是摩羯座如果说你有在做投资的人就是要小心不要去一直不断的加码，还有要创业的人就是受到通膨的影响老师建议不要在2027比较好。那第1名要小心的是水瓶座，受到冥王星进入到水瓶座的本命宫，所以要注意健康会变差，维修的花费会变多哦。维修不见得是家庭花费啦，脸部的维修也要所以说这都是一些维修的一些状况。那接着下我们来看财运好坏的前3名，首先要揭晓财运好的第3名要恭喜双子座。双子座会找到财源哦，而且偏财运十足哦，因为木星会进入到这个财帛宫位，所以如果说有想要买刮刮乐啊，过年要买乐透啊，双子座的快点了。是丹哥是什么星座？我刚一直忍着没有讲，知道吗？我把这个图卡看完了，就没有我。没有，我也想讲，我是水瓶座，就是那个坏运的第1名，好可怕。不用担心，老师待会会有解决的方式。好，等一下赶快讲一下解决方法。没有错。好，那第2名要恭喜狮子座哦，狮子座的人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加薪的话，赶快跟你的主管、上司来议论一下薪资。有说有笑哦，没有说你就一直不断的工作。第1名就是巨蟹座，因为木星会在上半年进入到本命宫，然后天王星会进入到财帛宫，所以如果说想要做一些像年终啊、抽奖啊，或者是到百货公司参加抽奖活动，还蛮可以抽到大奖。有在做股票投资的人会用钱滚钱，要恭喜大家。那财运比较稍显不足的第3名就是双鱼座。双鱼座受到水逆的影响，所以要小心疾病的花费，还有消费欲望会比较强，所以今年要控制一下手，不要滑手机要不然会下单买东西。第2名就是牡羊座。牡羊座要特别注意，就是不要借钱给他人，借了之后拿不回来，还有人际的花费会比较多。第1名要小心的就是摩羯座。摩羯座受到冥王星进入到财帛宫，所以投资一定要保守一点。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有想要加码的就是像股票基金一定要是那种长期向上的，要不然比较容易会买到不好的股票或者是投资失误。那有几个星座事业运蛮好的。那我们来看第3名就是天秤座。天秤座就是刚刚讲到我了，我就是天秤座，好不好？恭喜恭喜！今年的事业运哦，是你跟普丁一样的星座，跟赖清德总统一样的星座，就是找到贵人呢。如果说你有什么小人，你就可以把他打倒。有没有小人？小人多了。是在今年有没有？他们看到你自己会谈贵人就在前面。是我们的贵人，没有错。所以贵人涌现。那第2名就是天蝎座。天蝎座下半年木星进入到
这是事业宫，所以你在工作上会被人看见哦，绩效也会有所提升。第一名要恭喜双子座，双子座转职会大发，所以说你在今年会闪闪发光。那事业运稍显不足的第3名就是金牛座，金牛座今年不要去做事业的转变，要不然你会换到不好的公司。还有要当心八卦流言重伤。第2名要小心的是双鱼座，双鱼座就是工作上会有点倦怠感，如果说你工作是迟到早退的人，容易被主管上司抓包哦。第1名要小心的就是水瓶座，水瓶座就是今年会一直加班会有过劳的状况哦。这样很好啊，代表是什么？代表说你今年就是节目会很多这样吗？是，而且杂事会一大堆所以这个是你在今年要稍微要注意一下的都有解决的方法。好，但是来听解决的方法吗？没错，我们待会会来讲那感情运比较好的第3名就是牡羊座。牡羊座受到了木星进入到了5宫，就是爱情宫。所以会，如果说你已经有另外一半的人，你跟另外一半会找到共同的兴趣，单身者会找到带金的桃花，就是对方是有钱的会来找你。第2名要恭喜的是双鱼座，双鱼座受到了木星进入到了5宫，恋爱宫，所以已经有另外一半的人你会再被别人勾引所以要特别注意。还有就是单身者你会变成暗恋，要注意一下同事周围的人，搞不好有人对你眨眼的，就是喜欢你的人。那第1名就是摩羯座。摩羯座在今年跟另外一半可以享受美食，但是要小心会变胖还有就是单身者会透过亲友介绍会找到另外一半。爱情运比较差的就是第3名就是干哥天秤座。对，真的吗？跟另外一半热情会稍微消退一点，所以要制造激情单身的人会找到花钱的桃花，就是来的人就是一直花你的钱。那第2名要注意感情运比较差的是射手座。射手座就是已经有另外一半的人要注意。小胖老师打个岔，是我天秤座，我老婆就射手座，我们2个你看就相克了嘛，对不对？第3名跟第2名是，对啊。所以老师建议你们有没有，就是在今年你们要注意彼此的情绪，就是要捧老婆，要对她好，是很难捧是，就是一直都跟她说，哇，你好漂亮你好美艳然后你要去健身房练一下身材，要勾引一下另外一半。可以试试看我的方法。真的吗？是。那单身的人要注意会有一些感情诈骗的陷阱。那第1名就是我们那个主持人水瓶座。水瓶，如果说已经有另外一半的人，不要跟他讨论金钱。单身的人要注意肉体桃花。什么是肉体桃花？就是比较容易遇到那种一夜情，或者是想要你的那个肉体的人。对，要特别的当心。但是老师都有一些解决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要怎么的化解。如果说你要化解感情桃花的话，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红包袋，然后里面可以放护唇膏，再放一条红线，然后就是放在财位的位置，就是门打开45度角处，是。所以今天刚刚你就可以开始做了。好，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就是要涂一下这个护唇膏，然后涂完之后再把它放回去放到那个财位或者是你随身携带也可以。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你，让你跟你另外一半在 kiss 的时候，他会更爱你。这样子，在接吻的时候，我现在通常跟我另外一半是我的狗狗跟他 kiss。是，如果跟宠物的话也行也行。是。然后我们来看，在财运的部分，就是你在家中每个角落，在4季的时候。像老师自己都会做，你可以准备1块、5块、10块、50块不同的硬币，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硬币，你就是对着这家里有没有4周这样撒，就是给他一直撒，是，但是你不要在3更半夜撒，因为会吵到就是楼下的人，就是你撒的时候，撒完之后隔天你再把它花掉。就代表说，我们钱可以撒得出去，又可以拿来花，就是有钱花的意思。事业的话，你可以装个小盆栽，在盆栽下方写下姓名、生日，就是代表生生不息。可以用这3个方式。但是你那个盆栽一定要记得，就是要放在就是可以种得起来的地方，因为有的人他放盆栽是放在厕所了，就是种不起来那个。花朵会枯萎。那以下这几个是提供给各位观众朋友参考。好，那谢谢那个干哥，有，我跟你讲，那这个刚刚小孟老师讲到的，大家近开一下来，导播是这就是我客厅啊，这是我客厅，它一定会，就我的客厅18年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这一株这个植物
是永远都活着的，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会死掉。所以我们就说，然后下面一定放了什么紫水晶啊，还有招财猫吗？这是我老婆摆的啊，所以他这样，他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10几年来都会维持像这样的情况，就是说，然后而且会通风，对，让那个植物它都会永远存活。那如果说植物稍微有一点枯萎的话，马上就要处理，而且要定期的打理。是。那新年到了呢，那我一定又要再重新再去布局一下，然后那个像小孟老师讲的嘛，就是说你一定要不能够把植物养在那个洗手间里面，一定要让它能够通过看到的阳光，然后水晶要定期的擦。是，其实我本来有放黄水晶，因为黄水晶比较能够招财啦，那紫水晶能够和谐嘛。这个说一句实在话，你回去也跟干哥一样。试试看，在自己的客厅玄关放一些的话，我觉得这是我的小 paper 啊。然后呢，初一的时候，早上出门一定要往东南方走，这个我都有做。一早起来就往东南方走，然后呢要包这个红包。那你总不能一些民俗专家是说包给就是你碰到的人嘛，人家会说你有神经病嘛。那可以包给我。对，是，我们会包7个红包。给我的我的社区的管理员以及那个还有那个打扫的清洁的这些朋友，我一定会包7个。那个金钱不论多寡，你的诚意最重要。对，这就是我过年的时候招财的那个方法。撇步啦，台湾人讲撇步啦，撇步，其实有时候还蛮有效的，因为后来我们去这个小赌怡情的时候。大概都会赢一点小钱。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过年期间，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个星座。如果你是不同的12星座的哪一个星座的话，你总要理财吧？今年你应该要怎么做理财？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告诉我们。另外，除了钱是大家在过年期间会来聊的议题之外，爱情运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有一段比较好的爱情呢？等一下也会请小孟老师就这个星座的部分来帮我们做分析。先来讲理财，今年应该要怎么理财呢？应该要弹性操作比较好，还是我就冲了？反正就是勇敢下单，看到强势股我就进去，然后冲一段，还是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小心一点的投资，逢低做加码，敢于认赔，还是要积极操作等等。针对不同的星座，我们请小孟老师来给我们一个2026年的新年投资指南。12星座谁比较适合冲一下？谁比较适合稳定型的投资？小孟老师是那。老师呢，在最近有没有抽的牌有没有显示出来？就是因为2026好，就是对应到我们的塔罗牌是10，所以代表说今年在投资上面的话，台股动能还是蛮强的。好，所以说也在做投资理财的人，就是像美股啦、台股啊、倍半啊、纳斯达克，就是都还会蛮能够创新高的。好，但是有几个星座都一定要小心谨慎。那有些星座你就是你不会怕的话，你就大胆迈进。好，那老师赶快来揭晓哦。首先，我们先来揭晓弹性操作的。好，什么叫弹性操作？就是我想要就是赚它的净值，又可以稳定一点。好，那第一个就是牡羊座。那牡羊座呢，喜欢波动。就是他不想要赚那种小小的，好，而且心脏比较大颗，所以你比较喜欢享受过程，所以老师也建议你可以弹性一点，好。那再来就是射手座，射手座呢就是想要稳定又要赚快钱，所以说，射手座，你如果今年你看到说，投资市场上面像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全指股，你都可以下去操作，好。再来就是天秤座，天秤座很会计算的，像刚哥就很会计算，好，就是什么股票有没有，我可以闻到。就是市场要反转的讯号，我就可以华丽转身，华丽的出场。好，那今年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标的类股，好，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就是低买高卖，好，可以赚到那个波段指数的一种价差。好，刚刚有没有什么想要投资的？
没有，我老实讲一句，对于股票我是属于就是长线的。哦，我不是那种就是说会看着波动啊，像大家常讲的 ETF 啊，是稳健布局。还有那种像 ETF 的话，我始终都没有都敢，不太敢碰。是。其实我最主要的投资是在房地产。等一下我会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积极操作的，就是狮子座。为什么？因为狮子座的人，他们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勇敢、勇猛，没有在怕的，所以你可以勇敢下单，这样赚比较快。好，再来再来就是摩羯座有没有逢低加码？好，为什么？因为摩羯座的人他知道要逆这个盘势。好，譬如说当大盘在下跌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时间点如果来加码的话，搞不好可以赚一个比较大的波段，但是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是那种加那种大型全指股了，不要去加那种什么标股，或者是人家就是告诉你的一些什么小道消息，那就比较危险。再来就是天蝎座，就是敢于认赔。为什么？因为像天蝎座人看到市场在下跌的时候，他就准备一笔钱。好，比如说现在市场跌很深，然后我看到台积电还不错，我就放一笔很大的钱让它赔，让它跌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它早晚都会回弹。好，所以我是觉得天蝎座他天生就是有敢于认赔的那种心境，所以他就可以反转。好，就是你要说 V 转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稳定操作，你看好多个星座。好，首先我们先来揭晓双子座。好，双子座他们就是那种不想要一直盯盘，也不想一直看 K 线。好，所以你就是把它放着，让这个就是像 ETF 啦，或者是让基金公司去帮你操作。再来巨蟹座想要安定感，因为巨蟹座很顾小孩子、顾家人，他们怕说我把一笔钱丢到投资市场，万一如果赔钱了啊，我的孩子学费怎么办？好，所以他还是比较顾家的。好，再来是处女座想要睡得早。因为处女座的睡眠品质比较差，所以有的时候下跌晚上会一直想说，为什么会跌呢？好，然后手机会一直看呢，就说为什么现在一直跌，然后上班都会一直偷瞄所以要特别注意。那水瓶座就是赚都会花的比较多一点。好，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股票赚多了，会想说差不多应该要出来了，搞不好它之后会跌，所以出来之后又不知道要放哪里，可能又会拿去玩啊，或者是出国一趟，或者是招待同事家人，所以老师建议稳定的布局会比较好。再来就是双鱼座，双鱼座是想很多的人涨多了他会一直不断的想。好，所以老师也建议是说他不要再想了，就是放着稳稳的就好了。再来就是金牛座他会一直害怕就是赔很多，他不敢过度承担高风险。好，所以老师建议以上这几个星座有没有？就是稳定的，而且台湾的有一些像那种。市值型的 ETF 都蛮厉害的。好，所以老师也建议就是你们都可以往这一块去做操作布局。好，干哥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投资的案例？刚刚讲房地产嘛。我其实说句实在话，觉得我们在台北就说我们就一般的年轻人，我都建议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观念是这样。当然就说因为世代交替的关系。像我们都已经是有一定的年纪了，那我在投资房地产上面有一些心得，所以说我其实通常都是买在对的时段，然后有对的获利。那当然你说可能现在在台湾的房地产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蓬勃，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有恒产。如果说人没有恒产的话，人就不会固定，就会漂泊，所以。如果你投资在房地产，也许现在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得到家中长辈的协助的话，你应该是以房地产为主要的标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刚才小孟老师有讲到说要大胆的投资，我有一些朋友30年前他站在那个电视墙前面，他可以画出整个今天的股票走势图，什么上什么下，画的你会觉得他跟分析师一样厉害。画的最好的，分析的最好的，30年以后跌的最惨的就是他。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的意思就是说，我处理股票也是有一种原则，就是说，股票我一定选绩优股。就像巴菲特，经营之神他有讲过，他说你投资股市第一个原则就是可以不赚钱，但绝对不能赔钱。这个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实际上一点都不容易。只要你能够确定，因为你必须要做功课，你只要
确定你不会赔钱，这样你就成功了。还有第二个原则，什么？第二个原则就是永远记住第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什么？很简单，我是股神，我是巴菲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如果你没有做足够的功课的话，当初我买可口可乐，到最后可口可乐，我现在用30倍的价钱，我等于现在已经赚了30个可口可乐的标的了啊！巴菲特真的操作成功，但是他失败的也很多，你知道吗？他失败的非常多。还有一位叫做小米的雷军啊，雷军啊花了5亿3千万人民币去买了一个叫凡客，非凡的凡，客人的客，凡客，它这是一个电商系统，花了5亿3千万那个人民币，后来也垮了。所以其实他那个雷军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投资上面，但是看了那个结论之后，我们就知道是说，你不了解的、你不懂的，就不要去碰它。是，你一定要了解它，你才能够跟上去。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说，比如说我自己有投资经验的，房地产是最稳当的。再来，股票要放长线，为什么呢？因为股票，我的股票已经股息升股止了啊，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放进去，我可能下个月我就要获利。或是3个月以后我要获利，我不会走那种短线，对。好，这个是有关于投资，那谢谢干哥跟我们做的分享。那来问问小孟老师好了，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也想要知道，除了投资之外就是爱情嘛。是。今年的12星座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些人想要脱单啊，有些人想要找一段比较稳定的爱情、细水长流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应该怎么做评估呢？没有错，我常常都听到很多。这是我的顾客啦，都会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可以去交朋友？因为现在就是手机越来越多嘛，大家都不外出，好聊天，好，所以但是老师也要教各位每个星座的人要怎么去做是最好的。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是牡羊座，牡羊座你一定要主动出击。好，为什么？你要透过交友软体，很多人都说，可是老师交友软体都是诈骗很多但是他如果要骗你，你应该感觉得出来，对不对？就是要教你要投资的啦，他跟你讲说他是银行，好，或者是他是什么虚拟货币的专家，好，要借你的账户的，那你就要小心谨慎了，对不对？或者是约了半天都不出门的，好，都不跟你见面的，那也是怪怪的，好，所以就是还是要主动出击去找那个另外一半哦。好，再来就是金牛座，透过亲友介绍，好，就是可以帮你找到。就是好的良缘，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就说：“哎呦，那个我的爸爸妈妈啦，或者是我亲戚啦，好帮我介绍那一种，应该都是很熟的、很台的。”好，我就跟他们说：“不会呢，人家有些就是介绍的也都是不错的，都是顾家的，都是孝顺的，是不是？好，再来是双子座，就是过往的朋友，好，你可以找一些你以前的大学同学、国中同学，透过这一些人，好，再看看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你介绍，好，可以从过往的朋友聊天寻找到。”好，另外一半在巨蟹座可以从一些团体聚会，尤其是宗教活动哦。很多人都会说，老师宗教活动会吗？有啊，像教会，好，里面有一些人都是好人，好，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什么佛教团体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很多他们的孩子，对，就是都在找另外一半的，就透过里面的人，是不是有共同信仰？再来是狮子座，可以透过旅游好的一些包团活动里面找到真爱好，刚刚你也可以去哦，就是报一个旅行社，在旅行社里面就是你的驴友，就是你的另外一半，真的就有桃花，还有就是不需要桃花了，没有错，还有就是还有些人可以在海外有没有？你可以到了异地之后，透过交友软体，或者是到海外之后，你可以找一些帅哥美女帮你拍照，搞不好帮你拍照那个人就是你的真爱。好，再来就是处女座，可以透过一些财商聚会，好，有些财商讲座，你就勇敢的跟在座的现场的一些参加的人，勇敢加他的 LINE， 一起聊一些财商的东西。好，再来我们来看天秤座，天秤座可以透过婚友团体，好，或者是相亲活动，好，来就是认识到另外一半。好，再来天蝎座可以透过一些心灵课程，因为在心灵课程里面，很多人都是想要去找真爱的，或者是在修补好过去
的那些恶缘的，对，他们都会来。搞不好你在里面可以遇到一些良缘。好，射手座可以从工作周遭，好，你可以看看说，有没有一些像什么便利商店的店员啊，或者是一些老板啊，有没有？就是小吃店的老板，如果对你释放暧昧的电波，释放暧昧有。今天我学到金句了。我们出去要释放暧昧这样子。是有哦，像我的客人有些跟管理员呢，是，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保全人员呢。哦，因为那个保全一直不断对他释放暧昧。是哦，再来就是摩羯座。从事志工活动会对你找到真爱哦，而且志工活动里面的人都是良善的，还有健身房可以找到一些健身教练，或者是在跳有氧舞蹈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好的人。水瓶座可以从读书聚会里面，或者是报名一些读书会，还有参加一些你兴趣的协会，也都可以遇到。再来是双鱼座，可以找那个1对1的交友的一些活动，现在有那种 VIP 的顶级的，就是你要付比较高一点点费用的，里面找到的都是有些是富二代哦，有一些是有质感的，有筛选过的人。小汪老师可能意思就是说，像这种志工活动啊，或者读书聚会啊，这个因为他的参与的分子都比较单纯一点，比较单纯一点。对，所以说你去碰到他的话，不太会像是就说啊，这个是群体的有目的的，他们可能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都是良善的，在这里面会遇到比较好的姻缘，这样是的。所以以上这一些有没有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好，谢谢小孟老师2026年的这个投资啊跟爱情运势特别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做参考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关心2026年，有一些先知哦，他们早在很久之前就开始做有关于今年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大预言，而且这些预言很多都是跟一个国家是有关系的，不管是灾难，不管是一个国家发生的战争等等。今天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有可能真的会发生，来小心布局的。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特别帮我们看几个预言家的最新预言，赶快来看。好，先是来看到这个是神鬼先知，16世纪的神鬼先知，他已经预言到说今年会有政治人物遭到暗杀，然后7国会爆发致命的海战。这个其实议题跟我们节目的调性非常的像哦。如果在今年真的不幸发生了海战的话，会如何影响到全球局势？我们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带我们看有没有可能真的发生。还有人，这个是秘鲁的人，萨满他预言说，川普可能在今年会生重病吗？好，接下来看到印度神童，他是这样说的：中国大陆、韩国跟北韩、菲律宾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再来就是说，在今年也有人预言，这个是泰国的预言家，他说今年恐怕会爆发航空业的严重事故。坐飞机的观众朋友或者旅行的观众朋友，我们是不是要得特别注意了？这一集绝对不可以错过。请教小孟老师，这一些预言里面哪一个可能真的有可能成真吗？对，因为像一般来说的话，就是像政治的垮台比较容易会有发生。为什么？因为今年是2026。然后2+0+2+6就等于10对应到我们的塔罗牌就是命运之轮，就是一个轮替。好，就是做好事的国家，它就会更好啊。但是如果说有背负很多业力的啦，或者是政局不稳定的，在今年特别容易会被摧毁。好，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还有就是像航空业，我是觉得还蛮容易就会发生，就是飞航的事故。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各地的那个气候越来越异常。好，所以其实像我常常看一些预言家，有发现一个状况，就是说，很像他怎么预言，答案都是对的。对，为什么？因为你看嘛，暴雨一定都会发生嘛。对。好，还有就是像地震啊，是不是几乎现在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对。好，还有就是像一般过来讲，预言家有的时候他为了要点击率啦，所以负面的比较容易会让人家点。好，如果说我讲的是说台湾很好，就是整个世界各地会很好，奇怪那个点击率就没有了。对，反而就是要比较有点恐惧感的，大家比较会想要去点击。但是以这个命理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要特别的注意就是气候的异常，好会带来的就是在2026很多通膨会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还有就是人心的不稳定啊。
好，就像是美国，就算它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经济很好，但是相对的，它的那个就是对立也会很严重。对，好，尤其像台湾也是对立的，就韩国也有，所以在我来看是说，比较共产的国家比较动乱，但是民主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呢。对，就是说，这种在野跟就是主事者，的角力也会更明显。好，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有在出国的人，就是在2026，我觉得会有那个人畜共通的，这是疫情，好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今年的夏天，好就是会更热。然后冬天就极端的，就是会更冷，还会更冷，所以那种传染疾病有没有会更多？所以小孟老师帮我们这里说有这个疾病嘛，然后就是气候异常可能造成的问题，还有通膨等等。其实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 TA 其实也很想知道说，今年有没有可能会有战争发生？是国际上面的战争。好，就是说以2026来看的话，是没有很大的那种战争发生，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个重点，就是没有什么战争，但是黄金却涨成这样。好，这个是很奇特的。好，这是代表是说，我自己觉得是经济战。好，就是美国会透过像一些经济的方式，像关税啦，或者是他把这个美元，好，就是把它区贬，好，就是让全世界各地有没有，就是把那个通膨都制造出来。所以我是觉得实质上的那种大国，像什么中国啦、美国啦，或者是什么俄罗斯在爆发一个很强的，或者是什么伊拉克，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好，我觉得并不会到那么强烈。经济战争是比较会是经济战。OK。好，那干哥有没有怎么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哈，因为这个100年来很多预言，但是有一些预言是真的是神准，就讲画面上有的秘鲁的萨满，对，萨满真的是好准，你知道吗？不是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被抓的前5天，萨满就预言了，就是这张照片上面这些萨满哦，他竟然在12月的那个29号，他们在当场就预言，而且是一位女性的萨满，他说马杜罗会被川普抓起来，但是他当时的预言是会被干掉，但后来不是干掉，只是被抓起来而已。那所以说萨满当时已经被人家说哇好准啊，对不对？可是我可以跟你讲，在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最佩服的是什么？你知道最准确的叫做小叮当，小叮当漫画。那为什么？我解释一下，那小叮当漫画，哆啦 A 梦，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就知道说啊，那个大雄跟静香，他们常常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嘛。你知道吗？他以前就已经讲过一个，我们小时候看过，可是你绝对不记得，叫指引天使。指引天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很啰嗦，他一直在讲，然后你就叫他不要讲了，你很啰嗦，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现在的 GPS。你会不会觉得跟真的一样？因为 GPS 就是它常常会导引到一个你不对的地方，对不对？你要啰嗦，干脆把你关掉。可是没有它又不行，所以你要知道，哆啦 A 梦那时候很早就已经知道说，可能50年后会发生这样，因为那是1970年代的漫画你会觉得非常有趣。可是现在实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追踪纪念章，它就是什么？他说你只要把那个纪念章贴在人家的身上然后他就可以用雷达地图找得到。当时就已经想到雷达地图了。那这是到底雷达地图叫什么？你知道？就是有 GPS 的追踪器。所以你就想说，当年他的预言现在都已经实现了，但是有很多预言，他其实也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也就是说，美国其实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调查，对美国大概有2万人做了一个调查，说你认为我们到了2020年以后就30年之后，会展开星际旅行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认为我们到2020年会展开星际旅行？也就是说目标是火星，对不对？我告诉你，当时67%的人相信会开始星际旅行。结果到今天呢？对不起，我们火星的那个火箭还没做好，那个马斯克还是没有做好，还是上不去。所以有很多事情，老实讲一句，是在我们心里会觉得说，应该是会达成目标，但实际上人类的科技还不到那个地步。没错。所以你要晓得说，其实有些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说它应该会到了那个阶段，人类可能会
不怕癌症，可是到现在癌症特效药还是没有出来，所以人类的精神跟科技还是有问题的。不过我对于这个泰国的这个神婆啊，Palau 啊，他讲的，我是觉得就像小孟老师刚才讲的，你要注意，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他说今年会有3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叫做 HJT 啊 ，HJT 3个地方 ，H 代表什么地方？夏威夷 ，J 代表什么地方？日本 ，T 代表哪里？就是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说，是战乱，哦，还是灾难。通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以意外事件比较为主，也就是说，可能发生航空灾难，或者是说有一些，就是说那个你没办法预期的一些事故。我觉得 Palau 的这个预言蛮准确的。为什么？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你会觉得说，不管夏威夷或日本啊，或像台湾啊，都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各位观众也可以拿来参考看看。小孟老师，因为台湾跟日本其实大家比较关注，尤其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喜欢去这2个地方。那老师怎么看？有什么要提醒的？好，就是说，像很多观众朋友有没有之前不是2025不是说7月5号嘛会发生对大地震，对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之前我就特别我还是去日本，好，那很多朋友都问我说，那老师你不会怕吗？我说其实都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会讲得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发生。是。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今天预言家告诉你说日本会怎么样，那大家都不敢去。是。然后住在里面的人，大家都我看大家都活得很好呢。对，他也不会因为说在里面怎么样。但是我是觉得日本不会在今年不会发生那种重大的，然后台湾也不会说发生那种很重大。我是觉得那个小小的那种能量释放地震，微微的应该是会有，但是很大。